省检察院指导小组，任俊同志也跟我汇报了，前一段时间指导小组的同志都特别辛苦，帮我们查漏补缺，也解决了不少问题。兰书记客气了，这些工作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这样，咱们东平的同志以茶代酒，敬指导小组一杯，来，感谢啊！来，感谢感谢，都请坐，都坐。行了，边吃边聊啊。确实啊，这次省院指导小组对我们帮助很大，也给了我们市院学习和提高的机会。学习不敢当，我们还怕给市院的同志添乱。这说哪儿去了？怎么是添乱呢？我们是同志，都是为了办案。哎呀，许局，乔振兴的事情汇报一下。哦。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、摸排、调查、取证，是误伤。当然啊，我说误烧，大家很难理解。但是通过我们对殡仪馆的这个操作流程进行的排查推演，确实存在一些疏漏。发生这种事情呢，不奇怪。当然啊，概率很低，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许局在最开始跟我说这个情况的时候，我也很难接受。但就像刚才许局说的，概率很小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。是。要不这样，雷广发呢现在还没有被释放，指导组呢可以再审一次，我们陪同。我们也可以不陪，你们单独的审。还有其他的相关人员，比如说另外一个火化工，殡仪馆的馆长，还有雷广发平时打牌的牌友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我们对指导组啊一路绿灯，全程配合。我们指导组相信东平市局的调查结果，误伤。都动筷子。哎，对，边吃边聊。程律师，虽然你是张文京进去之后才跳出来的，但是你早就裹在这个案子里了。你跟王玉啥关系？那不难打听。咱东平就这么大点地方，对不对？你跟市检察院的关系，那更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，明摆着呢嘛。你那简历里边写的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的。你以前跟谢鸿飞一样，都是检察官吗？还有你那未婚妻，那不就是市检察院检察长的老妹儿？我没说错吧？工作中啊有分歧，有不同的看法，这都很正常。就是别藏着掖着，有什么问题呢摆在桌面上，是吧？有问题解决问题。你先坐下。今天在这儿呢，我还真得批评你。
你说接二连，你们是要查他是吗？是不是？凭什么呀？啊，老谢怎么了？他自打参加工作以来，每天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的。这些奖杯啊，10年前你见过，那是多少？现在有多少？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这是领导对他的认可，同志对他的肯定。老谢，你不了解吗？啊，你刚进检察院的时候啊，大过年的，老谢把你们3个人请到家里来啊，专门让我给你们包饺子啊，让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吃到包着刚包的饺子，这是为什么啊？他怕你们想家，这些你都忘了？哦，刚才你进来一直在问我们家的钱啊，你是不是怀疑他有经济问题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家没钱，以前那些钱都给我小姑子看病了，这2年的钱都买了这房子了。老妈生病了，在乡下没钱请保姆，我们请不起，我们没钱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不是那个贪官，不是乔振兴，我们家搜不出300万，我连见都没见过300万。小伙子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正常程序是吧？对。来，手续呢？我看看。文件也行，有吗？暂时也没有。没有是吧？请你们出去。我们家不欢迎你，出去！出去！拿着你的笔走，出去！还给我们老谢瞎了眼了。喂，你说。我跟你说，洪亮来家里了，还带了个人来，东问西问的，到底怎么了？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你快点回来啊！什么都没问出来。哎，胡老师，要是刚刚那电话他真打通了，怎么办呀？打通了，打通你就得接，我接？不是我接，我说什么呀？年轻同志必须得要经受锻炼。做咱们这个工作，坚决不能害怕得罪人。那胡老师，我问问你，如果这电话要是您接了，您说什么呀？我不能接，我不能得罪这个人。喂，洪老师，肖鸿飞好像往他老家方向去了。你们盯住，我们马上赶过去。
红姐。洪亮，哎，海东省检察院11部检察官派驻东平的指导小组副组长，是你吗？那你谁呀？你啥意思呀？神神叨叨。跟你说了一个人来，你啥意思啊？哎，不是，好好说话呗。不是，我一个堂堂国家干部，我遇事不得谨慎一点、稳妥一点啊？我没报警，就一个司机开车跟我过来的。哎，不是，马重阳，东平市第2监狱监狱长。监狱的。短信没看呢，看看。跟你说了，叫你来，就是想跟你聊聊乔振兴的事。聊呗。我和乔振兴也是好朋友，以前经常在这钓鱼。你咋来这么晚啊？我去见了万海新欢的律师，我在那儿见着一人。还研究那案子呢？领导都把你撤了，你还操那么多心干啥呀？有空钓钓鱼多好。那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谁眼熟？作为老哥，我说你2句，你要是还有什么证据，就跟组织汇报，别自己扛着。万海那案子都2年多了，你还能咋的？你呀，还是年轻，还有心气儿。办我吧，把我撤了，我正好撒手不管了。这就来了。哎，你要干啥去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得去法院查个人。直到他死的前一天，他突然给我打了电话。笔记本的内容有没有看？是我写的关于案情的分析。我现在虽然被撤了，但是关于万海案所有的思考和疑问都在里边写着呢。这个 U 盘非常非常重要。万海现在有重大疑点，请你一定要帮我保护好这个 U 盘。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儿，请帮我交给组织。你啥意思啊？我拿不了，因为老乔呢，人有家属。周梅就是个老实人啊。我猜老乔把 U 盘给我，就是不想让家人搅起来。不是周梅，秦峰，对，人警察，他都调到警保科去了。再说了，他这个人有多怂，你不知道吗？那我也拿不走。我跟指导组下来的，我们是来指导张文京案的，别的不掺和。可你是11部的，你能进指导小组，除了张文京案子，肯定还有别的任务啊。我呢就是个凑数的，我马上就脱检查服了。但你是乔振兴的好朋友啊！不，好朋友不也得讲组织原则吗？你按组织程序来讲，东平有公安局，东平还有检察院。就说你马监狱长，你有上级单位，叫东平市司法局，我拿不走。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，
万海不是黑社会，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。特此举报，以上情况，恳请组织调查处理。2月27日，一个知情人。据张文京的说法和已有物证分析，东平货运站的转让不能确认是强迫交易，不排除有双方自愿的可能。万海肯定不是强买强卖，他跟王玉是老相识了。当时呢，王玉欠了好多赌债，天天有人上门堵他，他没办法，着急要卖这个货场，因为他缺钱，所以万海把这个货场给收了。收过来以后呢，人家万海弄得风生水起的。王玉眼红了，反咬一口，这就是事实。你说这些，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？有啊，陈有才就能作证。这事儿就是陈有才牵线搭桥的。对于王玉所说的，他被万海的人非法拘禁、殴打、强迫，他签了转让合同这个事实，目前为止，只有陈有才的口供证明，没有王玉的伤情鉴定报告。至于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，吴小天认罪态度良好，但他供认的重伤害吸毒者刘贵是万海指使这一情节，只有 KTV 女服务员邵小燕一人能够佐证，同样存在只有人证没有物证的问题。你说万海指使你教训刘贵，谁能证明啊？万家灯火的那个邵小燕，万总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，他就在边上。你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。万海案2年了，迟迟不能起诉，上上下下压力都很大。就少那么一点点佐证，这案子就判不了了吗？办案子是公检法3家的事儿，查明事实归公安，咱们的任务就是审查起诉，该提意见提意见，该退补退补，可该起诉就得起诉。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，达到法律真实，不要苛求客观真实。都像你这么干，咱检察院不得被骂死啊？那也得看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吧。李仁俊，我告诉你，这事儿反正我不同意，我就要行使检察侦查权，我就要补充侦查。李仁俊希望我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万海案。谢鸿飞接任主办检察官后，万海的辩护律师张文京被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批捕。张文京，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。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。这之后，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，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。万海，这是你的认罪认罚句结书，要是没有什么异议，就签字吧。东平货运站强迫交易案、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，这2起万海涉黑的关键案件，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情况。可是万海案仍然被快速推进。在我看来，主办检察官谢鸿飞、律师程子健、检察长李仁俊都是推波助澜者。
乔振兴的判断跟我们的调查思路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。我能说，乔振兴的死，是不是就是跟他之前查的这个万安有关系？因为他那里边可是明提了，说万海不是黑社会，是不是这句话给他惹的这个祸？张文清在法庭上也是这么喊的。张文京当年喊冤，万安，老乔的死，我能不能把这仨事儿串一块儿？因为马荣阳在同一封举报信里边，可是同时说的这仨事儿。老乔之前查万安，可能他也觉得张文京不应该是在这里边，查来查去发现，不但张文京不应该是黑社会，万安也不是黑社会。他继续查，可能都快查到真相的时候，他被人我同意你把这3个案子串联在一起，那你告诉我，谁杀了他？谁？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？但是组长，我对万安真不熟，就这事儿还得。万海，乔振兴收了万海的钱，但是没有帮助他，所以万海找人报复。这样啊，组长，我斗胆，我给你说一下这个逻辑哈。您的意思是说，万海把钱给他了，让他办事儿，他没办。那万海直接找人把钱要回来不就完了？你何必要杀一个人呢？你多背一条人命，不更恰恰说明说你就是坐实了黑社会吗？如果他要报复，他也不至于报复他，因为他一直在说万海不是黑社会，他应该报复谁？谢呢？所以，组长，我觉得万，王玉，万川物资集散中心原本是王玉的，最早也是王玉举报的万海使用暴力手段抢走了他的物资集散中心。如果万海案判决生效，那物资集散中心必然是会还给王玉的。但是，乔振兴2次退步，差点让这个案子不能起诉。所以在王玉眼里，乔振兴是他发财路上的绊脚石。哎，我觉得后边特别能自洽，但是前面我现在提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。现在谢已经接班，他被拿下了，那你王玉动他干啥？你直接等谢把万海办成一个铁的黑社会，他就可以得到他自己的物资集散中心了。所以王是不是也重新读一下。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，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、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，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，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，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。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，是因为什么？政绩吗？还是被人买通了？洪亮，对，我还是先学墨字嘛。我不催你啊，我就在这儿借你这地方，我学一会儿。
陆队，您看，通过破解他的手机，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王雪的一些信息。手机照片很多，只可惜没有找到她跟男朋友的合影。不过通过她的社交账号呢，我们找到了她跟男朋友的聊天记录。你们看，我看看。从聊天记录上看，她跟男朋友关系破裂就在这个月。王雪的高额贷也是这个月才产生的。哎，我来捋一下时间线啊，你们看合不合理？这个所谓的男朋友，以分手为要挟，逼着王雪跟他发生性关系，故意拍下裸照，然后把高额贷款直接算到王雪头上，自己卷钱跑。你们觉得合理吧？按目前这证据，可以，有道理。小叶，你能不能追踪一下跟他聊天这个网络账号？这样，我登录王雪的账号，反向追踪一下。好。哎，怎么退出了？我再试一下。显示有人在异地登录他的账号，赶紧追踪 IP 地址啊！我再查，显示在青城大学图书馆。马上联网查治安监控，看看是谁。好。王雪聊天工具 PC 端的登录次数特别少，就只有几条和同学互换作业资料的记录。哎，你看一下他好友名单里有没有可疑的人。他跟你一样是学生会的，同学录里光咱们这届的同学就大几百号人，没有聊天记录真的很难筛。警方拿走了王雪的手机，他们有她的通话记录。还有聊天记录的线索。胖子，给我查一查王雪的网页浏览记录。网页记录啊，淘宝、知网，还有这个小说阅读网，这些都有什么用啊？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啊，你说这诈骗犯他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让王雪信任他的？胖子，你对技术最了解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黑客，他是不利用高端的技术，而是从人性的弱点开始入手？你是说社会工程师？对，这个人就是利用社会工程学，去调查、搜集了王雪的社会关系、消费能力、日常习惯，还有兴趣爱好。伪造了相似的背景，去降低王雪的心理防线。王雪在这个斗来网上和一个已经注销了的用户有473条聊天记录。而且最后还是他自己主动给出了电话号码。他就是个骗子，就是个渣男啊！跟文杰说的一样，他提及的话题都跟小雪的爱好有关系。你们看，他一上来就提布鲁诺·舒尔茨小说里的话，这是小雪最爱的作家。这个用户的注册时间很短，注销时间也是在几天前。胖子，你能不能反向查一下他的 IP 地址，还有他的注册信息？悬，这些都得申请人网站后台数据了。那起码你把他注册的邮箱给我调出来。我试试，我试试。出
除了这个广告、垃圾邮件，什么都没有。1号晚上12点，在逐浪游泳馆男更衣室，到时候会有人来找你拿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确实没什么有用的信息。我说啊，我们还是把电脑上交吧，调查的工作就交给警察去做吧。不行，昨天就在图书馆，王雪来找我问这些警方的事。如果我当时细心一点，我觉得我必须做点什么。就非得做点什么，给咱们添上麻烦。还是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，就不明白说有困难找警察这个道理吗？非得折腾。不过他这受害者是他同学，他想帮忙倒也正常。你们仨摊上事儿了。你看，我们目前就找到这些东西，下一步呢就需要罗队你来帮忙，向斗来网申请调查一部分人的用户资料，估计会找到关于这个诈骗犯的线索。你给我派任务啊？王雪的电脑哪儿来的？她的账号你们怎么登录的？是这样的，她的账号是自动登录的，我们可什么都没做。电脑是刚才……哎，林芷月，你在这儿啊？我刚刚去学校门口的电脑修理店，发现了小雪的电脑也在那儿。她不是最近出事了吗？我就先把她的电脑拿回来了。你跟她的关系最好，帮忙转交给她的家人吧。我们想，要是查到什么线索，一定会跟罗队你们说的。你要搞清楚，这个案子是我们警察在查。罗队，我们真的只是想缜密分析行为习惯，搜集相关信息，模拟思维逻辑，从而获得目标心中藏着的秘密。这就是我刚才跟罗队您说的社会工程学。我只是有个建议，这种学问既然能被电信诈骗犯使用，那我们一样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对付他们。用不着你建议，你们3个就是添乱，严重影响我们的执法。双，带上电脑，带上他们仨，跟我走一趟。啊，罗队长，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，是我自作主张要查，他们只是想帮助王雪，所以来看了一下我查的结果，就没必要跟你一块回去了吧？好，就你一个人，跟我走。快点儿！在王雪电脑里的聊天记录中，我们发现一些规律。根据这些规律，我们调取了斗来网的后台数据，筛查出大量相似的聊天记录。再通过这些聊天记录进行反向排查，我们发现受害者不止一个。与受害者交流的这些新注销的账号，虽然说用户名和注册邮箱都不一样，但你看，遣词造句、标点停顿，所有的这些书面上的语言习惯来看，应该就是同一个人。但是总觉得王雪这边不太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就觉得这个跟王雪的对话更带有恶意。情感操作的套路
就是对目标进行人格矮化。不光是王雪，其他的受害人都收到了人格矮化的这个信息。但是你分析王雪他们的对话，你就会觉得有明显的自杀诱导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不仅仅是诈骗。不仅仅是诈骗。还有一点，咱们看一下整个的这个时间轴。王雪的这个裸贷照片是在昨天下午被发到网上的，但是真正在网上扩散发酵是在今天，今天上午。但是王雪本人的手机啊，她收到这个短信的信息的时间是在昨天下午，这个信息里面就涵盖了一条链接，是她裸贷的照片。可是这个信息是网上的信息群发器发的，我们又查不到根源。这个人他心理变态吧？不光要骗钱，还专门要害死人。现在不管他是不是变态，我就着急，我想抓紧时间破案。还有这么多受害者，我不想悲剧重演。警察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他们就让我提供了一下之前查到的信息。没有就好。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，文杰，我替小雪谢谢你。如果当时我追上去问他一下就好了。你不要自责了，你没有错的，错的是那个不要脸的骗子。我现在就希望警方赶紧抓到他，这样就不会有更多人像小雪一样。喂，罗队。我想找一下你那个同学小林芷月，你有他联系方式吗？哦，他就在我旁边呢。怎么了？这样，把电话给他，我跟他直接说。喂，罗队，是我芷月。小林你好，我是罗坚啊。有这么个消息啊，我跟你说一下。通过我们在对这个斗来网用户的筛查，还有这个非法的信贷公司的数据的整理，我们现在又找到3个被害人。那我们呢就想跟这个3个被害人了解了解情况嘛，对吧？多搜集一些证据，有利于我们尽早破案。但是呢，这3个女孩呢可能担心身份曝光，受到2次伤害，所以都不太配合。我还是想再问问你啊，有没有别的关于王雪的线索可以给我们提供的？我知道的都说了，如果想起什么，我一定跟您说。抱歉了，罗队。文杰，可不可以这样啊？我去找他们谈谈。我来帮你想办法找到他们。你好，你是似水年华吧？你是？哦，我是昨天跟你通过电话的芷月，王雪的好朋友。特别感谢你能来和我见面。我看过王雪的新闻，我能感受她的痛苦，所以我想为她做点什么。当然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我知道，可能回忆之前的经历会特别痛苦。如果一会儿我问到什么问题让你不舒服了，你可以不用回答，千万不要勉强自己。谢谢。沉默的普鲁斯特，
你对这个网民有印象吗？那他一般都在什么时间段跟你聊天啊？仔细想想，这个南珠花海找我的时间还挺有规律的，一般都是下午5点之后出现，到晚上10点就道晚安，说是第二天要早起工作。对了，早上9点之后基本发信息就不怎么回了。那除了线上聊天，你们2个有线下见过面吗？只有过一次，还是我缠了很久Vincent才答应跟我见面的。要不是因为见过他，我才不会像一个傻子一样那么相信他。那他本人长什么样啊？很高，很瘦，他戴个墨镜，看起来很高冷。他穿的都是奢侈品，但不是像那种暴发户啊，很有审美和衣品。他的头发往后梳，抹了很多发蜡在头上，脸上胡子拉碴的，头发也挺乱的，刘海有遮住眼睛，眼睛总是眯着，给人的感觉很忧郁。我觉得他在穿着上并不是特别讲究，洗褪色的工装，但好在干净。他的背一直都空着，话也少，但除了聊文学的时候，我能够感受到他特别兴奋。其他的时候，他应该不是一个自信的人吧？说实话，他给人的感觉挺单纯的，完全不像个骗子。哦，他的手特别好看，拿着小银匙在搅咖啡，手势很优雅。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说不上来的气质。这种气质给我的印象比他的颜值更加深刻。不是说3代才出一个贵族吗？当时我就觉得他那种谈吐仪态，家里怎么都得是3代以上的书香门第啊。除了这些，他还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？哦，对了，他身上有股特别好闻的味道。什么味道啊？不像是香水，倒是有一点松木香，有一点焦味，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爆米花的味道，但是有一点点甜，但不是很重，特别像焦糖的味道。对，是焦糖。那你们当时见面的地方在哪儿？我都说多少遍了，这是监控，不是谁想看就能看。行。帮个忙。这不是钱的事儿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就这么多了。我说，你这不是为难我？罗队，挺有钱啊你，添麻烦了，给我们看看上个月7号监控呗。我说，你们谁呀你们？这是监控，不是谁想看就能看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添麻烦了。当然，我也可以破例。行，您稍等。小林同学已经把你们查的情况都跟我说了。我们是刚从罗山的这个西餐厅过来，人家那家店长就说了，说有个小伙子死乞白咧要看监控，也给了人200块钱，还真看成了，是你吧？不是，我就想看一眼。哪那么大好奇心啊？有钱没处花了是吧？给你要回来了啊！谢谢罗队。行了，警官同志，谢谢。哎，没你事了，别影响我们办案，走吧。走。 200块钱什么时候还？不是不还你了。这小子反侦查意识可真强，从进门开始，全都避开了监控摄像头角度，脸都没拍着。你看坐这位置也特别隐蔽。没事，体型身高基本上差不多，跟我们之前看那2家啊。
一样，应该是一个人。范围确实是缩小了，还不够啊。那就奔办法呗。把这几家店所有的这个沿途的监控都调出来，那不就能看出来他这个行动轨迹了吗？确实够笨的。金甲同志，我方便讲两句吧。这个人依我看，应该是我们同行。同行？是这样，我之前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咖啡师。那咖啡师在做手冲的时候呢，对于力度、角度和速度都是非常有讲究，所以他会反复去研究这一系列的动作，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习惯。这个人他搅咖啡的动作和节奏，一眼就能看出来，非常的专业。模范群众啊！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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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不交给一下生意，给我来杯咖啡。行，2杯。罗队，咱们之前去的西餐厅在罗山区，冷饮店在临湖区，这次这咖啡馆就在南城。你看，这人很明显不想让人发现他固定活动区域。3个区都去过了，你看他唯独没有去平原区，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他住在平原，或者是工作在平原？兔子不想吃窝边草。这3次约会，1次周末，2次工作日，工作日的约会时间都是定在晚上7点，这说明和工作地点有2个小时的路程。那就排除了临湖和罗山这俩地儿太远了。我记得那几个女孩提到过，那个男的身上有焦糖味儿。这家咖啡厅的特色就是焦糖布丁，会不会就是这家？你们俩真不喝酒？酒精过敏。哦，那你们来这儿干嘛来了？我们上次来这儿是个咖啡馆啊，怎么现在改卖酒的了呢？进门的时候没仔细看吧？门上写着呢，5点以后该酒吧营业。我们上次来下午哈，喝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手冲咖啡。哎，你们这咖啡师有几个人啊？就1个呀。哦，认识他吗？算不上认识吧，就是交接班的时候能打个照面。叫什么你知道吗？李安福啊。你怎么又找这儿来了？你这样真的干扰我们的工作。王雪的案子你放心吧，交给我们，我们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好吧，那就拜托罗队了。回去吧，走。哎，先生，我们马上要闭馆了，要游泳，明天早上9点以后可以。啊，不是，我就是来跟你咨询一下办卡的事儿。我朋友在你们这办了会员，他跟我说介绍过来的可以打5折，是吧？对。哦，他叫李安福，你帮我查一下。李安福是吧？那你稍等我一下。好。钥匙我放这了，我先走了。明天见。拜拜。稍微等我一下。我们在咖啡馆找到了他的工作牌，李安福。我们呢也跟3个受害人聊了一下，现在基本上能够锁定整个这个套路带嫌疑人就是他。之后呢，我查了李安福的户籍档案，他不是咱们青城市人，不过呢，好像16、17岁就到这里来打工了。社区人口普查显示啊，他至少换了7、8次的登记住址，大多数情况呢都是一些零杂工，工资并不高。不过啊，他最近登记的这个住址呢，是一个租金并不低的白领公寓。这公寓我们也去了，公寓管家说呢，前2天他这个钥匙就交回到管家这儿了，说自己呢是要出远门，要旅行，而且确实2天之内这个人没有出现过。从他的电脑里，
我们查到了一份 Excel 表格，你们看，这全是他在斗来网上筛查的用户信息，非常非常详细。就特别奇怪啊，这个李安福呢，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藏匿啊、销毁啊、处理证据的这种打算。会不会因为时间太紧，来不及销毁证据啊？突然辞职，说去旅游，又正好是王雪出事那天，怎么看都像是看了新闻想要跑路。是有这种可能啊。不过我也查了他的身份证号，最近都没有乘坐公共交通的长途出行记录，也没有什么租用车辆啊、酒店登记的记录都没有。哦，对了，他的身份证号办理的手机号早就欠费停机了。我知道大家都累了一天，挺辛苦的啊。咱们再坚持坚持，再接再厉啊！这样，你去跟咱们兄弟单位打个招呼，帮我们把整个全市的什么洗浴中心的网吧呀、按摩店、足疗店啊都拆一遍啊，看看有没有叫李安福的客人登记入住。好，你查出租车公司，你查所有网约车公司，看看这2天有没有李安福这个客人坐车出城的这种情况发生。好吧，好，来，走。在逐浪游泳馆南更衣室取一件东西。钥匙我放这了，我先走了。下班了，我们喝咖啡去啊。我的泳镜是放在这儿的吧？哎，小王。咱2个是好朋友啊，有事别瞒着我。如果说你真心对待一个朋友，但是他却瞒着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儿，你会怎么办？那还用说啊，离他远点呗。我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大海捞针。你说这李安福总不能是再骗一女的，给他扫一共享单车骑外地去了吧？太扯了。有，文杰啊，有什么事吗？喂，罗队，是这样的，我有个事儿想告诉你。其实李安福他不只是个诈骗犯，之前跟我们的判断基本上是一致的，但是，我现在有一个重要电话要接啊，有时间我给你回过去。罗队，耗子在哪儿？丁子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李安福找着了，比你说那共享单车还扯，快走！怎么样？罗队，刘队给你带吃的。哎呀，饿死我！我找机会跟大志换一件，他也没吃呢。他人哪儿呢？在酒店大堂守着呢。我们已经确认目标在1311房间了，是个套间，还有3名同伙，调监控发现了。我已经叫了增援。是个诈骗团伙啊。怎么发现他们的？我们就是通过走访出租公司找着的。前天呢，在路边有个人劫车要去东边的余江市，我呢就找到这个司机了，然后跟他核对了照片，确定是李安福本人。
哎，你好，我们前面就到余江了，请问具体地址在哪儿啊？还是下高速有人接你啊？你先开着，我打个电话。哎，喂，我已经到余江了。再说一遍，玩我是吧？换地方也不提前说一声。这最后一次，别忘了是你求我办事儿。我们去哪里啊？掉头回去。啊？回青城市。后来司机就把他拉到了这家酒店。我了解完情况之后，带着大志就过来了。本来还怕打草惊蛇，想着编个理由跟前台从侧面打听一下，结果还没到酒店，就在旁边小吃街碰上他了，吃冷锅串呢。出了人命了还这么嘚瑟，心真大。他没有庄文杰给咱们提供思路，就靠咱们在这儿解码代理服务器，想确定他的物理位置难着呢。没错。刚季真那边也给我发信息了，李安福他公寓的 IP 地址直接登录过其中一个诈骗账号，估计他是想把自己的真实 IP 隐藏在这么上千个代理伪装的 IP 地址里边，让咱忽略过去，想跟咱玩灯下黑。浩哥，我们到了。原地待命。哦，对，人都到了。咱们动。你能不能消停点啊？折腾出这么大动静，你他妈还有心思出去逛街吃东西啊？那么小心干什么？我们4个待在一个套房，越是鬼鬼祟祟，越显得可疑。我现在看见你怎么就这么恶心呢？这马上要办大事，你出去骗钱去了，还弄出人命了。我怀疑他是诚心的吧？啊，他诚心想把雷子弄过来，是不是弄死咱们啊？出了事你看着，红姐要不要你命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也配教训我？是你们红姐说等着看我的本事，我才拿几个小姑娘试试手。再说了，我们是合作关系，我做什么用不着跟他交代，我又不是他养的一条狗。再说一遍，放开他！他说咱是狗，放开他！李安福，确实是我们把你请来的。但是你要是不小心自己把尾巴露出来，让别人逮住了，到时候别怪我们弟兄手狠。你们就放心吧，我做这种事多少年了，哪次栽了？现代社会嘛，网络就有这个好处，你可以有无数个身份，把最真实那个藏起来，没人能发现。楼层的结构已经都摸清楚了，2侧的消防通道都安排了咱自己的人，很好。1311的房间侧对着电梯间，酒店管理的人已经把9到16层的中层梯都给停了，防止有人突然上来干扰咱的行动，很好。还有这上下3层的住客已经妥善安置，一会儿耗子跟我冲进去，您和双在外面堵着门，妥妥的瓮中捉鳖，根本跑不了。你还真是成长了，继续努力，开始行动。
电梯上行。电梯不是空着了吗？